港仔来了！今天咱们要扒一扒这部让人脊背发凉的后疫情时代电影。乌斯特雷姆，准备好跟着镜头钻进法国底层清洁工的血汗日常了吗？记得看到最后留言告诉我，你家的扫地机器人突然变得顺眼没？2020年新冠疫情像一记闷棍砸碎了全球经济，工厂停工，商铺门可罗雀，找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奢望，大家心里都像压着块大石头，失业率飙升，不安全感爆表，像一场无声的风暴席卷每个人的生活。在巴黎光鲜亮丽的上东区里，玛丽安原本过着别人羡慕的日子，重点大学法学界的高材生，家里资源丰富，从没想过要出去上班，一心一意做家庭主妇。可谁能想到，疫情一来，就连她丈夫的生意也像断了线的风筝，一落千丈。更糟糕的是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趁着丈夫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了他们的生活，把玛丽安所有安全感都踩在脚下。愤怒与失望交织，她扔下那些体面和光环，背上简单的行囊，孤身一人南下，落脚在法国北部的小镇卡昂。来到社保局那天，窗外细雨蒙蒙，人们脚步匆匆。玛丽安努力收拾情绪，对着工作人员报了身世，想找份工作，紧急求助。社保局的小哥看他衣冠楚楚，又有大学文凭，半信半疑的听完，就给他指了条明路，去当清洁工。回到租住的小屋，他打开电脑，查了一下法国的最低薪资，税后7.96欧每小时，这数字像是最苛刻的精算师，算的你只能差不多够吃，又饿不死。可想想每个月700欧的租金押金和伙食费，再加上水电网费、电话费、交通费，剩下的钱连买件喜欢的衣服都没洗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玛丽安就穿过空荡荡的街道，走进人才市场。门口的橱窗贴着招聘广告，可店铺冷冷清清，像在办公楼里独自嘶吼。他怀着忐忑把简历递给保洁公司 HR， 对方翻了翻，你没干过保洁吧？他只能老实点头。HR 叹了口气，这活要求早上6点到，地点分散，必须有车，不然别来了。玛丽安心里咯噔一下，虽说没车，可他一句我肯定想办法硬气回去。HR 斩钉截铁，可能录你，要是没问题再联系。不到24小时，他意外地接到电话，说被录用了，但要先培训。经理端着茶杯走进教室，眉飞色舞地给大家画大饼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升职加薪轻而易举。以前他也是清洁工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管理层，还传授一招职场必杀技，对付难缠客户，微笑招呼，说再见加谢谢，即使心里吐槽，也要装得天衣无缝。培训结束那一刻，玛丽安和同组的女孩玛丽露对视一眼，都能从彼此眼底看出一丝忐忑。他们被分配到最高级的岗位，公共厕所，拆包裹，戴手套，拧开各色清洁剂，乳白的泡沫飞溅成雨，想象中服饰地板，整理房间的画面此刻全飞到九霄云外。马桶里的一片狼藉迎面扑来，气味刺鼻的让人直打哆嗦。不到半个小时，玛丽安就脱掉了厚重的羊毛外套，汗水和灰尘混成一团，气喘吁吁。玛丽露在旁边忍不住偷笑，别介意，我当年在一个闷热的车间干活时，也脱得只剩内衣，结果第二天被老板看监控给炒了。他笑得轻蔑又无奈，让玛丽安猛然醒悟，那些劳动者权益对他们这样的底层劳动者来说，不过是镜花水月，遥不可及。正当他们埋头苦干，两位雇主带着恼人的口气闯了进来，指着还在冒泡的洗手池吼，怎么还没搞完？还有30个地方等着！脏话顺着空气打转，像毒蛇一样卷住他们的脖子。最后，即使打扫干净了，也被投诉不礼貌做得不够好。一位同事硬气顶回去，我们才干了3个小时，那头却毫不留情，那是你们的问题，只要顾客满意就行。明显是被无理套路了。玛丽安想甩手不干，可身边的那位红发女孩没有学历也没门路，根本没资格丢下这份饭碗。听说玛丽安没车，女孩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旧破车借给她，唯一条件是帮我把保险交了就行。绝望中一丝温暖闪现。新的一天，她再次来到社保局，本以为是简单的手续，结果被认出，你是不是写过书？工作人员沙朗挑眉，玛丽安只好招了。其实我是社会学作家，想写一部关于失业危机的书，所以才隐瞒身份，亲自体验底层女性的生存现状。沙朗没好气地反问，体验？你受不了可以随时走人，可他们没有选择，这不就是抢人饭碗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又能改变什么？玛丽安沉默了，但内心的火焰更旺了。她知道这条路不好走，但越是艰难，越能戳中问题的核心。夜幕降临，小镇的街灯一盏盏亮起，窗前的月光柔和却冷清。玛丽安想，明天她会面对什么？这一切只是开始。凌晨4点半，闹钟响起，玛丽安打着哈欠赶往工作地，依旧是打扫卫生。即使她做得很好，依然会被挑3拣4。更糟糕的是，
即使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工作也相当磨人，公司送货路线、各种要求和指令冲刺在他的脑海里，使得他身心俱疲，一回家就只想躺平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和灵感？以前洗个热水澡就可以驱除疲惫，现在就是泡上一整天也觉得不解乏。忙碌了一周后，玛丽安终于迎来了休闲时光，她和一群清洁工朋友聚在一起喝酒、玩保龄球。聚会上，玛丽安认识了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人。我是乌斯特雷姆港轮渡上的清洁工，一天做3班，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半，常常是刚回到家又要准备去上班。因为家离港口很远，她没有车，上下班时间段也没有公交，只能步行1个小时上下班。可她坚持了好几年，只因为要一个人养活3个孩子。听到这里，玛丽安心里一震，自己做半天就浑身酸痛，她到底算什么？在她眼里，这份工作更有典型性，于是当下就表示，要不带我去那，我可以顺路开车送你上下班，油钱我们 AA。克里斯汀眨了眨眼，点了点头。第二天清晨，玛丽安坐在车里等他，车灯照出对方憔悴的面孔，也照出路边那些披着薄毯的流浪者，他们是苏丹难民。克里斯汀告诉他，每天凌晨5点半，警察会来敲诈他们，没收他们的鞋子和毛毯，让他们像草原上的迁徙动物一般到处流浪。车窗外，黑影在路灯下一闪而过，玛丽安心里抽紧，自己又在抱怨什么呢？比起这群想要一张床都无望的人，他还有多么多的选择。抵达港口，主管随便问了几句，就让他上岗了。他跟在克里斯汀身后，俩人肩并肩地走进密密麻麻的宿舍铺位，双层床一排排错落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汗渍的混合味道。他的任务是打扫铺位，清理厕所，最要命的是，每间房要在4分钟内搞定，从床单叠放到垃圾倒空，从侧盆刷洗到地面干净。上百间房间，持续几个小时，几乎没有停顿的余地。第一天，玛丽安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最后狼狈地摔了个趔趄，还没来得及捡起掉在马桶里的手机，心都提到嗓子眼，好几天都不能再偷个懒刷朋友圈了。收工后，他没直接往家的方向开，而是拐进海边的道路。深蓝色的海面在晨光下漾起一层银白，海风夹着咸味和湿润，让人浑身舒畅。玛丽安停下车，静静望着那无垠的水域，心里充满了自豪。我坚持下来了。可是克里斯汀却催促，快回家，孩子饿了，我还有倒班呢。他们站在同一处，却仿佛在2个不同的世界。玛丽安毫不犹豫地下海冲了个冷水澡，刺激的头皮发麻，可心里却生出一种自由感。克里斯汀却在一旁捂着胳膊，皱着眉头，这种行为有什么意义？真正的疲惫可不是进个海里就能忘掉的。回家后，克里斯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熟练地卷出一支，点燃又递给玛丽安。他犹豫了1秒，还是笑着接过。两人在窗前吞云吐雾，安静却温暖。夜幕悄然降临，街灯亮起，他看着克里斯汀的侧脸，忽然想起明天早上铺床的辛苦，手臂的酸麻，半夜被肌肉疼痛惊醒的窒息感。这个看似温柔的女人，为了生活苦撑着，从没有一天能真正歇息。第二天，一切又照旧的开始。清晨，车程、港口、宿舍、厕所、铺位，时间像链条一样把他们捆得死死的。直到午后加油时，玛丽安看到克里斯汀像翻旧书一样在他的包里翻来翻去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是不是偷我钱？可仔细一看，里边银根儿丝毫不少，邮费47.38欧，他掏23欧，对方却坚持用计算器算到小数点后2位，非要给24欧。那一刻，玛丽安才明白，他不是在找零钱，而是在确认那张加油小票，生怕自己漏算了他的那份。很快他就有了答案，克里斯汀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一个不怎么好看的生日蛋糕和一个充满诚意的生日派对。那天他翻包是为了确认玛丽安的生日。除了蛋糕，克里斯汀还给他准备了一个礼物，一条象征幸运的4叶草项链。玛丽安既感动又愧疚，她当即保证，我会永远带着它，带一辈子。那一刻，玛丽安真的很想说出真相，克里斯汀如此真诚地对待我，而我却一直在说谎，甚至之前还把他当成小偷来怀疑。这种欺骗和戴有色眼镜的羞辱对他很不公平，但为了自己的体验可以继续下去，他只能暂时隐瞒真相，继续和他友好相处。不久后，玛丽露也来到了乌斯特雷姆工作，似乎是宿命一般，每一个在这里讨生活的人，最终都会来到这条船上，因为在其他地方工作根本生存不下去，轮渡就在那里等着你，高强度的工作量和超长的工作时间也在那里等着你，去或不去，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。对于在这艘船上工作的人来说，长久的疲劳和不规律的饮食所造成的3高，更是加重了他们的不幸。我们随时做好了倒下的准备，但在倒下之前，还是无法松懈半分。这天工作结束以后，乘客陆续上船，玛丽露忽然想起自己的外套落在了卧铺间，她赶紧冲上去找到衣服后，
三人马不停蹄穿越货舱，可此时舷梯已经升起，克里斯汀索性开了一间头等舱。这艘船是穿越英吉利海峡去往英国的轮船，中途不会有乘客上来，所以我们不会被发现。头等舱里有顶级香槟和各种精致小吃。三人渐渐放松下来，反正靠岸后如果被发现，大不了就是开除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享受一把。吃饱喝足，三人躺在床上玩起了自拍。他们一边放肆大笑，一边畅想未来，一种难以言说的惬意和幸福在他们心里慢慢氤氲。如此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快乐，克里斯汀和玛丽露还是第一次体验到。随后，克里斯汀叫上玛丽安去甲板抽烟。路过大厅时，一对衣着光鲜的夫妻认出了玛丽安。玛丽安心知大事不妙，只能祈祷他们赶紧闭嘴。可夫妻俩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不对，还问玛丽安是不是在写关于清洁工的书。此话一出，克里斯汀脸色大变。玛丽安只好承认，我是个作家，正在写一本关于失业、贫穷和就业危机的书。可无论他如何解释，都无法消除克里斯汀内心里的愤怒和屈辱。他似乎是被骂醒了，他们终究是不同世界的人，那份看似珍贵的友谊，不过是建立在互相同情和抱团取暖的基础之上。而玛丽安所谓的理解，终究也只是施舍和俯视。这段时间的经历于他而言，就和看了一场电影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对克里斯汀来说，却是无法改变的苦难和命运。一切戛然而止，没有尾声，也没有告别。玛丽安最终还是写出了书。她在发布会上感谢曾经遇到的那些人，大部分被她蒙在鼓里的人都选择了理解，至少有人为他们这个群体发了声，至少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知晓。不过，克里斯汀和玛丽露却无法原谅他，只因他们曾经对他付出了真情。乌斯特雷姆港，克里斯汀在那里等他。他很高兴玛丽安还带着他送的项链，但他很想知道玛丽安是否还愿意再上这艘船。玛丽安摇了摇头，表情苦涩而无奈。不，这没有意义。我能体会到底层穷人肉体上的痛苦，但却永远无法体会他们精神上的绝望。跨越阶层的友谊，就和跨越阶层的婚姻一样，是穷人的幻梦，也是富人的谎言。克里斯汀和玛丽露坐上班车，在夜色中摇摇晃晃地离开了。玛丽安目送着他们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终究还是沉默了。时间继续走，玛丽安回到自己的生活，重新穿上精致的高跟鞋，走进采访，出席发布会，成了媒体追捧的社会学作家。当玛丽安在新书发布会上感谢蒙在鼓里的朋友们，这场阶层穿越实验完成了闭环，底层故事成为文化资本增值的燃料，而真正的清洁工仍在循环地狱。影片结尾，克里斯汀消失在夜色班车里的长镜头，比任何口号都更具批判力量。正如齐泽克所言，意识形态最成功处是让人意识不到其存在。乌斯特雷姆的价值在于他拒绝廉价的解决方案，而是将阶级鸿沟作为现代文明的永久伤疤展示，提醒我们，任何未经制度变革的共情，都是特权者的精神旅游。好啦，今天的深夜扎心放映就到这里。话说你们看完敢不敢算算自己时薪？在评论区晒出来比比惨呗，记得点赞关注。下期带你们看更赤裸的社会真相。港仔撤了，要去给扫地机器人上炷香。